过心长胆这4个字你一定听过，形容一个人忍辱负重，发愤图强。可是真实的故事比这个成语狠得多。心是柴草，胆是苦胆，而真实版本里这个人受的苦远远不只是睡柴草尝苦胆。2500年前，有一个国君打了败仗，亡了国，被迫带着妻子到仇人家里当了整整3年奴隶，住石屋，养马，看分。仇人生了病，他甚至亲口去尝仇人的粪便，替他诊断病情。3年后，他回到自己的国家，没有一天松懈。他在座位上方挂了一颗苦胆，坐着、躺着、吃饭前都要先舔一口那股苦味，逼自己记住亡国的耻辱。你很难想象，一个曾经号令一国的君王能把自己的尊严踩到这种地步。古书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他卷胆于户，出入尝之，不绝于口。就这样忍了整整20年，最后翻身灭掉了那个曾经羞辱他的强国。这个忍辱的人叫勾践，羞辱他的叫夫准。而完整记下这段血仇与逆袭的是一部东汉的古书，他把吴越2国的兴亡，4个改变历史的男人的命运，写成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复仇剧本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完《吴越春秋》。先说这本书，《吴越春秋》，东汉赵晔所著。赵晔，字长君，会稽山阴人，是东汉有名的史学家。相传他为了求学，离家20年，遍访名师。回显时，家人几乎认不出他。这样一个人，用一生的功夫写下了吴越争霸的全记录。全书共10卷，前5卷写吴国，从吴国始祖泰伯让国一路写到何局、夫卷的兴亡；后5卷写越国，从越王世系写到勾践灭吴、范蠡身退。他和另一部《越绝书》并称，是研究春秋末年吴越那段历史最重要的2部古籍。这里要先说清楚它的定位，《吴越春秋》不是正史，但也绝不是凭空编的小说。它的骨架是信史，人物、战争、年代，大体都对得上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。可是赵晔在叙事上做了大量文学加工，补进了许多生动的对话、细节，甚至神话与寓言。换句话说，它是站在正史边缘，却带着小说笔法的一部历史文学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它比前8的正史更好看。那些帝王将相不再只是名字，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，会恨、会忍、会算计，也会后悔的活人。今天我们就顺着赵晔的笔，看4个男人如何告动一整个时代。要讲吴越的血仇，得先从一个从楚国逃出来的男人说起，伍子胥。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平王冤杀，他一路亡命逃到吴国，发誓要为父兄报仇。在吴国，他遇到了公子光，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。伍子胥替他物色了一名刺客专诸，把匕首藏在鱼肚子里，这就是有名的鱼肠剑，当场刺杀了吴王僚，助阖闾夺下王位。阖闾即位后，重用伍子胥和兵法大家孙武，国力一飞冲天，甚至一举攻破了强大的楚国都城。伍子胥终于报了杀父之仇。相传他恨意难消，还掘开了仇人楚平王的坟，把尸体地拖出来，狠狠鞭打了一顿。这份刻进骨子里的执念，正是吴国一路崛起的引擎。可是吴国的野心不止于此。阖闾晚年挥兵南下攻打越国，却在战场上被越军斩伤脚趾，伤重不治，死在半路。临死前，他抓住儿子夫决的手，留下一句咬牙切齿的遗言：一定要替我报越国这一箭之仇。夫决含泪答应了。从这一刻起，吴与越就结下了不
不共戴天的死仇，而这场仇要用整整2代人20多年的血才能了结。福卷是个记仇的人，为了不忘杀父之仇，他让侍从每天在他经过时高声提醒：“福卷，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了吗？”他就这样咬着牙练了整整3年的兵。消息传到越国，年轻气盛的勾践坐不住了，想抢先出兵。大夫范蠡赶紧劝他：吴国正在气头上，兵锋最盛，此时开战凶多吉少，不如按兵不动。可是勾践不听，结果两军在浮礁决战，越军大败，几乎全军覆灭。勾践带着残余的5000士兵一路卒退，最后被吴军团团围困在会稽山上，走投无路。这一年，勾践从一国之君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困兽。山上粮尽援绝，山下是虎视眈眈的吴国大军。只要福卷一声令下，越国就会从此亡国。这是勾践一生最黑暗的时刻。他站在会稽山头，望着山下的吴军旗海，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悔不当初。如果当初肯听范蠡一句话，何至于此？可是历史没有如果，此刻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2条路，要么战死，要么忍。勾践选择了忍，他找来另一位大夫文喜商量对策。文喜说，吴国有一个贪财好色的太宰叫伯嚭，只要买通他，就有一线生机。于是越国送上美女珍宝，走通了伯嚭这条门路。伯嚭收了好处，果然在夫卷面前替越国说尽好话。夫卷心一软，答应议和，条件是勾践必须亲自到吴国，给他当奴部。这时候伍子胥站出来拼命反对，他看得很透，越国是心腹大患，勾践是条潜伏的龙，今天放虎归山，将来必成后患，一定要趁现在斩草除根。可惜夫简被伯嚭和眼前的卑顺迷惑，听不进去。就这样，堂堂越王勾践带着夫人和范蠡来到吴国，当了3年奴隶。他住在河渠坟边的石屋，替夫简养马、拉车、看坟。最让人心惊的一幕是，有一次夫简生了病，勾践为了取信于他，竟亲口去尝夫简的坟便，借此诊断病情，还恭贺夫简很快就会痊愈。夫简果然被这份忠心打动，不久便放勾践回国。没有人知道，这个文腰尝坟的男人心里正烧着怎样的一把火。回到越国的勾践变了一个人，他把复仇2个字刻进了每一天的生活里。史书上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描写，他怕自己睡得太安稳，眼睛刚想闭上，就用一种辛辣的野草去刺激他。他怕自己贪图温暖，脚一冷就故意进到冰水里。原文写的是目兀则攻之以流，足寒则自之以水。到了冬天，别人烤火，他偏偏抱着冰；到了夏天，别人乘凉，他偏偏握着火。正是冬常抱冰，夏还握火。他还在座位旁挂了那颗苦胆，做我饮食都要先尝一口，逼自己记住会稽山上的奇耻大辱。他脱下锦衣，穿上粗布，亲自下田耕种，夫人亲手诸布。他好几年不收百姓的税，把粮食分给穷人，富养孤儿，礼遇贤才。这就是后人说的10年生聚，10年教训，用10年休养生息，聚拢人口财富，再用10年教化训练，磨构军队。一个亡国之君就这样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张慢慢拉满的弓。所有人都以为勾践认命了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不是在苟活，是在等一个把这支箭射出去的时机。光靠勾践一个人忍，还不足以扳倒吴国。真正把吴国一步步推向深渊的，是文举献上的一套阴谋，史称伐吴9术，9条灭吴的计策。这9条计条条阴狠。第一，用重金和祭祀
麻痹吴国的君臣，让他们松懈。第二，高价向吴国收购粮食，掏空他的粮槽。第三，也是最有名的一条，送美女。越国把绝世美女西施和郑旦献给了好色的夫允。夫允果然沉迷女色，日日笙歌，还为了讨西施欢心，大兴土木，盖起穷奢极侈的姑苏台，劳民伤财，把国库和民力一点一点耗光。第四，送取能工巧匠和上好的木材，欲使夫允大盖工事，进一步掏空吴国。剩下的几条则是收买吴国的奸臣，离间夫允和忠臣的关系，集聚自己的粮草兵器。你看，这一整套组合拳打的根本不是战场，而是人心，是欲望，是一个国家由盛转衰的每一个破段。勾践在暗处磨刀，文允在明处下毒，而夫允正一步步走进他们设好的局里，浑然不觉。在这场大局里，只有一个人始终清醒，伍子胥。他一次又一次警告夫子，越国才是心腹大患，西施是祸水，勾践是假意顺从，真心复仇，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。可是夫子正被胜利和美色冲昏了头，加上太宰伯劈不断在旁边竞正言，说伍子胥居功自傲，心怀愿望，甚至私通齐国。日子久了，夫子对这位老臣从不耐烦，变成了猜忌，最后起了杀心。他派人送去一把名叫煮漏的宝剑，命伍子胥自尽。伍子胥接过剑，仰天长叹，留下一句泣血的预言：等我死后，你这座吴国的宫殿迟早会变成一片废墟，长满野草。吴宫为虚，庭生蔓草，越国的军队总有一天会打进来。说完便自刎而死。夫子听说他临死还在蹙皱，勃然大怒，命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袋，扔进了江里。一代忠臣落得如此下场，而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，一个政权开始走向灭亡的信号，往往不是打了败仗，而是他先亲手杀掉了那个唯一敢说真话的人。机会终于来了。夫卷杀了伍子胥，迷了西施，眼里只剩下争霸中原的虚名。他倾全国之兵北上，到黄池与各国诸侯会盟，争当天下霸主。吴国国内只留下老弱残兵，勾践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他20年磨的那支箭终于射了出去，越军趁虚而入，长驱直下，大破吴国。等夫卷匆匆从中原赶回，一切都已回天乏术。此后越国连年进攻，吴军节节败退，最后夫卷被团团围困在姑苏山上，粮尽兵散，走到了当年勾践在会稽山上一模一样的绝境。这一次换成夫卷派人卑辞求和，请求勾践像当年放过他一样，饶越国一命。勾践几乎要心软，是范蠡在旁边冷冷提醒，当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，夫卷不要，今天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，你敢违背天意吗？勾践狠下心，拒绝了求和。走投无路的夫卷最后拔剑自刎。临死前，他用衣袖遮住了脸，说：我没有脸到地下去见伍子胥啊。称霸一时的吴国就此灭亡。勾践用20年的忍辱换来了这一天的复仇。故事到这里，本该是勾践称霸、君臣同庆的大团圆，可是最清醒的那个人却在庆功宴前悄悄走了。他叫范蠡。辅佐勾践20年，立下灭吴头功的范蠡，在胜利的那一刻向勾践辞行。他说：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。当年主上蒙受会稽之辱，我理当为他卖命。如今大仇已报，大功已成，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。说完，他辞去高官厚益，泛舟五湖，从此隐姓埋名。临走前，他还写了一封信，劝另一位大功臣文己也快走。信里有一句话：2000年来被无数功臣读了又读。高头已散，良弓降藏；狡兔已尽，良犬就烹。
天上的飞刀打光了，再好的弓也要收起来。狡猾的兔子抓完了，再能干的猎狗也要被煮来吃。范蠡看得很透，越王这个人只能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。你再不走，大祸就要临头。他点出一个千古道理：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。真正的智者看得清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可惜文己舍不得到手的权位，犹豫着没走。没过多久，勾践果然赐给他一把剑，逼他自尽。同样的灭吴大功，范蠡功成身退，安享天年。文己贪恋不奢，身首异处。两个人的结局就差在一个知止。《吴越春秋》这部书说到底是4个男人的命运交响曲。苻枕营在起点，输在傲慢。他有报仇的狠，却没有守成的志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伍子胥忠心耿耿，却死在自己效忠的君王手里，败在不懂得急流勇退。勾践能忍常人不能忍的耻辱，常愤常胆当奴仆，最终翻身复国，可他也心狠，容不下昔日的功臣。范蠡最通透，攻城的那一刻就抽身而去，得了善终。文举舍不得放手，把命也搭了进去。这4个人其实对应着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2种处境，一种是逆境，像勾践那样跌到谷底，能不能忍得住把耻辱化成柴火；另一种是顺境，像范蠡那样站上顶峰，懂不懂得见好就收，功成身退。能屈是一种本事，能退更是一种智慧。真正的强者，逆境时像勾践一样能忍，顺境时像范蠡一样能折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如果这段吴越争霸的故事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离开刀光剑影的战场，走进南宋临安城的市井繁华，翻开一部记录古代都市生活百态的奇书《都城纪胜》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自己更缺的是勾践的能忍，还是范蠡的能退？我们下集见。